太阳花崛起，吴康仁祝福锦绣中华，转贴人民日报，我的祖国国泰民安。热评秀红旗还要耍心眼，祖国2个字不会说啊，人不能既要又要。青鸟们就开心的，哇，康仁怎么办？小粉红不买单呢？你看看你，只能说，如果连太阳花都去了，青鸟还剩什么？所以青鸟。加油，不要再崩溃了。青鸟直接崩溃，绝对不可能是他的笔记参与太阳花雨伞革命 LGBT 社运女神安普手写庆贺中国国庆，祝福新中国成立75周年，人民和睦，万里皆安。青鸟圈崩溃到三立下标，三坨儿减弱教唆，攻打台湾真的很难，证明了清德宗面对中国崛起软弱无力。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吴康仁最近完全被绿营给锁定，娱乐版都是吴康仁。吴康仁编了一篇，他要去大陆发展，我不再是一个人。就王秋生出来骂他说水平低劣，凶啊！然后居新闻，哇，康仁怎么办？小粉红不买单呢？因为吴康仁在11长假的时候做了一个表态，祝福锦绣中华，然后画了一个蛋糕，转贴人民日报，新中国成立75周年，此刻接力，把最美好的祝福都给你，我的祖国。唯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国庆节。那这个事情其实有一点两岸不讨好，为什么？因为大陆确实有一些比较激进的爱国者，觉得你吴康仁表态不彻底，爱国不绝对，绝对不爱，所以就骂他。当骂他的同时，最开心的青鸟们就出来笑吴康仁，你看看你。所以我讲真的吴康仁当然他过去是太阳花嘛，当年呢支持太阳花，还到现场去嘛，所以就被这些崛起们抓着劈头猛打，所以他等于是前有红后有绿被双重夹击。我是觉得蛮惨的啦，但是吴康仁现在呢很明确，他希望挑战更大的舞台，所以没关系。现在攻击他的人打得越用力，是觉得他未来越有突破。而且你看民进党官媒中央社点名吴康仁批判，吴康仁表态祝福锦绣中华。陆网友批不敢说祖国，有没有？什么时候中央社这么关心对岸的民意啦？什么时候中央社这么关心大陆网友说什么啦？骂吴康仁的时候就特别关心啊。人民日报今天转发接力我爱你中国，标注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截稿前呢，吴康仁转发人民日报涌入的许多中国网友，第一则热评是秀红旗还要耍心眼，祖国2个字不会说啊。第二个热评则是秀的不好回去重秀，这种语言艺术只能骗小孩，祖国2字不烫嘴，人不能既要又要。所以呢，就说他被骂声一片。我之前就讲过，吴康仁效应对民进党来讲是很苦涩的。为什么很苦涩呢？因为吴康仁就是根正苗绿的太阳花崛青啊。当太阳花崛青都决定西进捞金了，而且还会锦绣中华的时候，那你民进党怎么办？所以民进党一定要把吴康仁抓出来，彻底的歼灭，让吴康仁知道教训嘛。你看看你红的也不接受你背叛绿的就是活该，死无葬身之地。你最好永远不要在演艺界，有没有？但其实我觉得这些低级红也是很低能，你知道吗？懂不懂什么叫战略定力啊？哎呀，那看不懂习近平在玩什么。我直白的讲今天中国崛起最大的外溢效应是什么？就是在娱乐上面的外溢啊。所以如果连太阳花都去了，请问青鸟还剩什么？青鸟就剩一堆臭香蕉烂皮蛋嘛。所以今天为什么民进党中央社要批评点名他就是要阻止太阳花世代的全面瓦解嘛。因为这个世代拆成2块嘛，一块挺绿的，一块挺白的嘛。白的因为戴清德把柯文哲关起来之后，那一块回不来了嘛，小草没办法变回头草了，剩下绿的。那绿的为了防止它流失，一定是用恐怖统治的方式嘛，用青鸟出征来打你嘛。结果吴康仁他勇于表态，以他的立场，他怎么可能说出我爱你中国或者是祖国生日快乐？这傻逼都知道他不可能讲得出来。为什么讲不出来？很简单嘛，这跟他人生有违和。他如果讲出来，他反而一无所有。所以低级红就是低级嘛。但是青鸟更低级啊。青鸟除了会出征，除了恐吓别人之外，还会什么？再来，除了吴康仁之外，更扯的是歌手张悬，这个更太阳花。昔日挺太阳花举国旗，他挺太阳花挺到什么程度呢？他挺到竟然在维基百科上面有一个专栏叫做社会议题参与啊。你看他有多台派，中科、农民用水、反核四运动、台湾同志游行 LGBT， 然后还献唱给社运人士，支持反红媒、反垄断、旺旺并中加案、反美
美丽安开发案声援黄春明，声援大陆乌坎村民，他还支持过太阳花学运，声援过香港雨伞革命、婚姻平权公听会，举办公民对谈系列活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绿到爆炸。然后他也跑去手写庆贺中国国庆，祝福新中国成立75周年，人民和睦，万里皆安，安普祝福。那他现在也都在大陆发展哦，然后青鸟当然不能接受啊，所以呢，青鸟直接崩溃啊，不可能！当年称之为文青女神、色欲女神的安普哦，绝对不可能是他的笔记。这是他一个朋友叫何心碎，他说啊，年轻时候就认识安普，当时还在做专辑制作人，怎么可能？那不是他的笔记，差太多了。字符卡是人家写的，去人家国家巡演，正逢国庆公开祝福就被讲那难听啊，自己也不明白。看起来到目前为止哦，青鸟的崩溃已经是完全无法停止的状况，夸张到了极致啊！所以到今天为止啊，他们依然没有办法停下来啊，因为主要是安普啊，就张悬他真的过去非常台派，太阳花雨伞革命 LGBT 这几乎是无一不语啊。结果有手写信的动作比吴康仁锦绣中华还要猛，真的是太屌了啊！当然啊，绿媒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来修理吴康仁跟安普嘛。三坨儿减弱教唆攻打台湾真的很难，跟这个有什么逻辑关系？而且三立最屌的是他用娱乐中心来发他要修理吴康仁跟安普已经到了这种疯狂的程度。三坨儿来势汹汹，一路转强台中台，连登陆时间都一延再延。结果台金完美知乎攻打台湾真的很难。三坨儿台风竟然快转热带季风死翘翘，锦绣中华您参考就是在酸吴康仁。奇怪了，都把安普写进去干嘛？这代表说他们这个绝青圈、青鸟圈对于吴康仁跟安普的背叛是不能接受，而且是非常崩溃到只好靠绿媒下标来酸安普、吴康仁，这脑子真的是疯到一个极点。所以这件事跟大家做个报告这再次证明一件事，民进党到现在几乎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去应对说现在太阳花整个转弯的状况，所以现在只好想尽办法用青鸟、用绿媒、用各种方式想尽办法恐吓。你看连诈骗犯去中国大陆犯罪然后被抓去关都可以拿来说你去中国会被消失你千万不要去你看到这种程度所以青鸟的失败就证明了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民进党、清德中这些人在面对中国崛起的时候越来越发的软弱跟无力最终青鸟的总崩溃不过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我只能说青鸟加油好吗？不要再崩溃了康仁哥现在是有签一心娱乐这个经纪公司吗？十几年来其实都没有特别有经纪人的一个状态，就是很单纯的作为演员，我也没特别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也跟很多大陆内地的经纪公司或是很多的团队有接触，一直都有。那我自己觉得未来觉得是顺其自然，可以的话顺着一个感觉走，就希望只是继续演戏，然后可以让大家看到角色多一点，然后我本人自己少一点。